一个美国和尚说，他用佛法经营公司，把一家小钻石山做成了年销售额2.5亿美元的企业，后来卖给了巴菲特。他告诉所有人，财富不来自商业模式，不来自竞争优势，不来自管理能力，财富来自业力。只要帮助别人赚钱，你的财富就会自动增长。这听起来有点悬，但过去20多年，全球数百万读者竟然相信了他，其中很多人还是企业家。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推荐这本书，这本书叫《当和尚遇到钻石》，也翻译为《能断金刚》，作者是迈克尔·罗奇，是一位美国格西。但后来他的组织出现命案、师徒决裂、邪教指控、性修行争议。那问题是，如果他的佛法真的这么有效，为什么连他自己的人生最后都变成了这样？迈克尔·罗奇1952年出生于洛杉矶，以优异成绩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，在美国白宫获得当时总统尼克松颁发的总统学者奖章。这是一个美国梦的人生开局，但命运突然转向。毕业前夕，他的父母先后因癌症去世，弟弟自杀。在巨大的创伤中，他开始接触藏传佛教。1975年，他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，没去华尔街，而是只身前往印度，进入寺院学习佛法。20多年后，他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格西学位的美国人。格西是格鲁派的最高学位，类似于佛学博士。之后，他回到纽约，进入一家小型钻石公司安鼎国际，从基层做起。然后，一个传奇的故事出现了。据迈克尔自己讲述，他利用佛法的金刚智慧管理企业，这家公司从5万美元起步，最终做到年销售额2.5亿美元，被巴菲特收购。他把这段经历写成《当和尚遇到钻石》，全球畅销，被翻译成25种语言，印量超过100万册。当和尚遇到钻石最核心的承诺只有一句话：财富来自业力。一切都有原因，财富来自种子，失败也是种子，成功也是种子。如果你帮助别人成功，你自己就会成功；如果你帮助别人赚钱，财富自然会回到你身上。这其实就是传统的善有善报、恶有恶报理论的加速版。它的理论最大魅力在于没有讲下辈子的福报，这太虚无缥缈了，而是提出了业力可以加速的口号。他声称，只要遵循他的方法，短短1周之内，财富、爱情就能如期而至。业力是可以及时反馈的，这样的承诺诱惑力可想而知。这就成了一个完美的故事。佛法不仅教你修行，还能教你赚钱，而且真的很快能赚到很多钱。无数企业家将其奉为商业圣经。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，那么它几乎就是现代版的点石成金。但问题来了，传统商业世界告诉我们，努力都未必成功。市场充满竞争和随机性，一张 A4 纸都能随时毁灭一整个行业。那它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？真相又是什么呢？如果你去查安鼎国际的公司历史，你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。安鼎国际实际上由以色列夫妇 Ofer 和 Aya Azriland 于1981年创立。2009年出售给巴菲特旗下的 Richline 集团时，公司的掌舵人依然是创始人 Ofer Azriland。而面对外界关于金刚智慧创造商业奇迹的说法， Azriland 家族并不认同。他们承认迈克尔是早期员工，但认为公司的成功来自商业策略、产品设计、团队管理和长期经营，而不是某种特殊的因果法则。换句话说，迈克尔确实参与了公司的成长，但公司成功是否证明了他的理论正确，却是另外一个问题。这就像阿里的一位早期员工后来写了一本书，他说阿里的成功主要源于自己信奉的某种哲学。你会怎么看？事实上，当和尚遇到钻石，真正厉害的地方并不在于他解释了财富怎么产生，而在于他满足了人们对财富的渴望。迈克尔自己就曾表示，传统佛教在美国很难吸引大量受众，但如果加入瑜伽、成功学以及现实利益的承诺，影响力就会迅速扩大。他非常了解市场，也非常了解人性。
人们未必想听怎么解脱，但很多人愿意听怎么发财。当然，类似这样的自我神话、自我营销的故事太多了，就像写简历、写自传，把自己写成了超人，没必要较真。问题在于，当他把教义、鸡汤、成功学，再加上极度私人化的修行方式强行糅合，却一步步走向了无法挽回的悲剧。1996年，在纽约的一场佛学讲座上，迈克尔结识了刚从纽约大学毕业的克里斯蒂·麦克纳利。二人很快发展出旁人难以理解的亲密关系，对外互称精神伴侣。虽然他是格鲁派的格西，需要遵守独身戒，但在现实里，这样出格的行为并不少见。当然，也有不少传统人士反对。更出格的是，他们还立下了一条苛刻的约定：两人之间的距离永远不能超过15英尺，也就是4米半。同时，他们吃饭时还需要共用一个餐盘，读书时必须共读一本书，还必须等对方读完一页才一同翻页。哪怕去洗手间也要一起，或者一个人进去，另一人守在门口等候。这早已超越了普通的亲密，更像是一场无时无刻都在上演的行为艺术。对外，他们始终宣称恪守禁欲准则，两人同住一顶蒙古包，同睡一张床。迈克尔将这段关系定义为超越肉体的精神之爱，声称这样的相处模式能让他们更好地普度众生。实际上，1998年时，他们俩按照基督教仪式秘密结婚了。迈克尔宣称，克里斯蒂并非世俗女子，而是金刚亥母化身。金刚亥母是藏传佛教里智慧与慈悲的女性本尊。他们声称这是最高层次的精神修行，但在许多人看来，这更像一种逐渐失去边界的关系。如果连最基本的关系都需要隐瞒，那么所谓的精神透明又从何谈起？2000年，迈克尔彻底退出钻石行业，带着克里斯蒂以及另外3位女性前往亚利桑那州的沙漠，开启了为期3年3个月03天的闭关修行。这场闭关被大肆宣传，成了轰动一时的公关事件，也让他的名气达到顶峰。闭关结束后，他们在这片荒漠之上建起了一片占地1000英亩的社区，命名为钻石山。而这里推行的修行方式愈发离经叛道。麦克罗奇鼓励男性信徒身着女装，以此探索自身内在的女性特质。他自己也常常这样做，甚至会画上眼影。他称此举是为了打破二元对立。可实际结果却是社区内人际关系混乱，猜忌、纷争层出不穷。其中最具争议的是所谓的入门仪式。新信徒需要蒙上双眼，接受修行导师的脉轮按摩，按摩范围甚至包含私密部位，还有唇面相触的环节。他们解释，这是为了帮修行者破除执念与心理禁忌。可这种做法也彻底模糊了精神修行与肢体接触的边界。更何况，上师与信徒之间本就存在悬殊的权力差距，这样的仪式自然引来主流佛教界的强烈反对。他们被批评为偏离正统的小众异端团体，也就是邪教。外部的批评从未停止，但压垮这个团体的却是内部核心的分裂。2008年起，迈克尔与克里斯蒂这段精神伴侣关系出现裂痕，而起因颇具讽刺意味：嫉妒。克里斯蒂要求迈克尔做到绝对忠诚，哪怕是冥想观想，也不能意念其他本尊，必须在身、口、意上完全属于自己。可麦克罗奇并不认同，他认为观想诸佛本尊本就是修行的一部分，理念的分歧无法调和。2009年，二人正式分手，曾经被奉为信条的15英尺之约也彻底作废。分手后，克里斯蒂和社区内的追随者伊恩·索森走到了一起。伊恩毕业于斯坦福大学，主修比较文学，是一位颇有才华的诗人与作家，但他长期受心理与情绪问题困扰。他的母亲始终认为儿子被这个团体彻底洗脑，昔日开朗的青年变得沉默孤僻，判若两人。2010年，克里斯蒂在钻石山主持了新一轮3年闭关，顺势成为社区新的核心领袖。变故发生在2011年，伊恩被克里斯蒂用刀刺伤，对外宣称是意外，可事件还是惊动了警方。最终，社区管委会做出决定，要求克里斯蒂与伊恩立刻离开钻石山。两人没有选择回归世俗，而是躲进了沙漠深处的一处山洞。
彻底与世隔绝，继续所谓的修行。仍有部分信徒定期为他们送去水和食物，可没过多久，二人双双病倒，身体虚弱到连补给都无力取用，只能依靠雨水和过期罐头勉强度日。直到伊恩陷入深度昏迷，走投无路的克里斯蒂才发出求救信号，可一切为时已晚。当救援人员搭乘直升机赶到现场时，伊恩已经因为严重脱水而离世。这位毕业于斯坦福大学的青年，身高1.83米，离世时体重不足50公斤。没有人知道，在生命最后那些日子里，他究竟在相信什么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那套承诺带来智慧和自由的修行，并没有把他带出沙漠。事发之后，克里斯蒂在医院悄然离开，从此消失在公众视野中。有传闻说他去往了尼泊尔或是纽约，可始终没有确切音讯。他始终觉得自己后来的遭遇都是迈克尔的刻意报复。至于迈克尔本人，搬去了距离钻石山数小时车程的另一座城市，最终也脱下僧袍，正式还俗。他没有就此沉寂，转而做起国际咨询业务，客户中不乏海外富商。他还出版了一本讲解亲密关系的书籍，试图将自己的业力法则套用在两性关系中。当然，书里没有提到自己的反面案例。至于酿成悲剧的钻石山社区，也并未就此解散，时至今日依旧在正常运作。如果他的理论是真的，那么后来的悲剧又是谁种下的因？如果他的理论是假的，那么数百万读者又为什么会相信？真正的问题在于，不管是索甲，还是这位钻石格西，还是曾经的顶流网红学成、少林的释永信，类似的故事一次又一次重演。很多人以为只有愚蠢的人才会相信大师，事实恰恰相反，越聪明的人有时候反而越容易陷进去。这些信徒明明受过高等教育，有人毕业于清北，有人是企业高管，有人是医生、律师、教授，为什么最后却会把人生交给这些大师？送钱不说，没准还要赔上自己的身子，不仅未来没了，甚至还可能送了命。因为他们不是缺少智力，他们缺少的是确定性。迈克尔卖的从来不只是佛法，他卖的就是现代人最渴望的东西——确定性。为什么当和尚遇到钻石会让无数人着迷？因为它同时满足了现代人最渴望的3样东西。第一，它让人不用在财富和修行之间做选择。佛教讨论的是无常、败坏和解脱，现代成功学讨论的是财富、效率和增长。这2套价值观并不完全兼容，而迈克尔给出的答案非常诱人。你不需要2选1，赚钱本身就是修行，商业成功本身就是业力成熟的结果。于是，财富和意义被合并成了一件事。其实，他卖的并不是赚钱的方法，而是一种感觉，你不必离开商业世界，也能获得宗教般的意义感。这才是当和尚遇到钻石真正厉害的地方。第二，他让失败变得可以接受。普通商业世界里，失败意味着判断错误、能力不足，甚至只是运气不好。但在迈克尔的体系里，失败永远有另一种解释，不是方法错了，而是种子还没成熟。继续布施，继续修行，继续坚持，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。于是，这套理论形成了逻辑闭环，永远不会被现实证伪。第三，它让世界重新变得确定。现实世界充满不确定性，努力未必成功，善良未必有回报。但迈克尔提供了一套更令人安心的答案：你今天经历的一切都来自过去种下的种子。财富如此，贫穷如此，成功如此，失败也是如此。当所有事情都有解释时，人会获得一种强烈的安全感。当和尚遇到钻石的成功，与其说是佛法智慧的胜利，不如说是他满足了当今商业社会的集体焦虑。人们在快节奏、高竞争、充满不确定性的商业环境中，渴望找到一套简单、确定，既能赚钱又有人生意义的方法论。但问题恰恰也出在这里。当一种理论能够解释成功，也能够解释失败，能够解释财富，也能够解释贫穷，能够解释现实，也能够解释所有反例时，我们或许应该问：我们究竟是在解释世界，还是在糊弄自己？
所以麦克罗奇最大的成功，也许并不是卖出了多少本书，而是让无数人相信世界其实是确定的，只是世界从来不是这样。